你相信这个是最低阶的文书机玩的吗？而且我还可以用摇杆哦。大家好，我是电脑王阿达。那大家看到这个就知道我今天要开箱什么。目前为止，可能没有之一，就是 Mac 或苹果最具性价比的一台桌机 Mac Mini。我想不到我会对苹果的产品讲性价比这三个字啊。那这一台呢，我是拜托朋友帮我从日本带来，因为台湾听说应该是12月中之后才会上市。目前连 NCC 都完全没有任何资讯。然后本来想说要从中国买，我也订了，但是后来想想有几个问题。中国它可能之后不能用苹果的 AI， 它好像有锁区。虽然说理论上是可以透过 VPN 的，但是没有必要冒这个险。那最理想的状态下，如果你要马上买的话，就是从日本带回来，而且还可以扣税。你如果去苹果直营店是不能扣税的，但是你去 Big Camera 或Yodobashi Camera， 它还是可以退税。但是我不建议等台湾上市买就可以了。那接下来我们就直接开箱。阿达除了开箱以外，也会为大家进行一个非常好玩的测试，就是让它跑Windows 11的ARM版。另外呢，还有玩电动，看它效果怎么样。我们直接开箱大家看一下 Mac Mini， 好，然后拿出来，好，上面2个胶条都还没撕。那这一台呢，我是请我朋友帮我在日本买的，它的价格是94800日币。那其实 Mac 这种电脑呢，你在台湾买，在日本买都是有保修1年，但是你如果要买 Care 的话，那你在哪一国买就要送回去哪一国。其实它是有全球保护的。拿出来，哇，看一下，真的很小一台，这样子比大家可能没什么概念，它的尺寸大概是比 iPhone 还要小。好，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是 Mac Mini 的主机，这个苹果 logo 嘛。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就可以看这个，这边是雷电式的连接符，如果我没记错了，然后这个是 HDMI， 哇，我这一台盖板的竟然还有一个1000M 的一个那个网口，那这是它的那个传输线，那剩下的这边都没有，那这一个是 3.5mm 的一个耳机孔，那这2个，印象中也是雷电式，那接下来是翻过来，这个就被人家说最逆天的，它的电源键设在这里，我是觉得这应该算小事吧。对，那接下来我们继续看它这盒子里面有签什么东西电源线，然后编织材质的，拿出给大家看一看。看一下这个编织材质的质感不错，日本买的也是一样这种接头，跟台湾的接头是一样的，因为它里面本身有变压，所以大家也不用再担心说台湾能不能用，台湾绝对可以用，那这个就是卡片，没有贴纸，所有的配件呢大概就这样子。我线材简单的接一接这个呢，就是我之前开箱过内建萤幕、键盘、滑鼠的一个笔电吧。当然，你可以拿来接一般的萤幕，还有键盘、滑鼠。不过要注意的是，因为它没有 Type A， 所以你要自己去配一个 Type C 的键盘、滑鼠，或者是无线的键盘、滑鼠。但是第一次启动的时候，起码要有线。那接下来我们开机，它的开机就是非常逆天的。下面这个当一声，现在开机了。这也是我第一次开机，我们一起来见证历史一样。开了，这一台就是方便在于说一台就可以解决那个键鼠的麻烦了。对，好，然后我们选繁体中文，看就像日本买的，它也是一样长这个样子。对，那我们直接下一步。连上之后，第一次要软体更新，我们也先给它更新。终于进来，从刚开始到现在，其实整个过程已经超过半小时了。主要是更新了，更新花了一点时间。好，
那我们先看一下这台的硬体规格。好，大家可以看一下，记忆体是16GB。好，然后更多资讯看一下。我这台是盖板的，所以它的容量是256，可用空间是213.64G。那接下来我们下载一下几个测试软体。我们实测了Cinebench R23哈，它的单核是2203分，多核是13769分。哦，那跟我刚刚测过的 Lua Lake 相比单核心的那个分数差异不大，差几百分而已，但多核差4000分实在是有点厉害。这一版我是买盖版的那个 M4， 它是10核心 CPU 跟10核心 GPU， 所以表现是这样子。在它的磁碟读写部分，读取呢最高大概是3000左右，那写入大概是2200左右，它的基本的一个效能的表现是这样子。那接下来阿达就要测一个大家可能比较感兴趣的，那我如果用这台跑 Windows 11 ARM 版，那能不能玩电动？接下来我们就给它进行实测。那我们这次搭配的就是这个 App to Go， 它就出新款的。那它之前呢，它内建的是那个 UTN， 那之前我们有教过 UTN 的一个教学，它现在已经改版成最新的 VMware Fusion。那之前我们也拍过影片，当时专业版是要钱的，那现在专业跟个人版通通都不用钱了。那它直接把它内建在里面。那因为这台只有256GB 而已，大家也知道Mac 的内存或者 SSD 是金子做的，非常非常贵你如果要往上加就是加个7000块，我就觉得非常非常不划算了。那这款 App to Go 它采用 NVMe 的 SSD， 所以它速度是非常快的。机壳部分它采用全铝合金的设计，而且要放个散热片，所以本身的温度算起来不高就是它有把 SSD 的那个热量散发掉，所以比较不会因为过热而降速。USB 部分呢，升级为 USB 3.2 Gen 2， 那接口速度大概是每秒10Gbps， 那也提供100瓦的充电能力。那在旁边这里呢，大家可以看到你像 Mac 最麻烦的就是它的扩充能力很差。用这个的话，它本身除了 PD 的充电口以外，那它也有2个 USB-A 的连接埠，然后也有一个 HDMI， 也有一个网口。那对于像 MacBook 这种扩充性不好的机器来讲，有它就会非常非常方便。它除了说在 Windows 环境下支援UTN 不支援，像一些读卡机 USB 的外设，甚至呢它可以跟 Mac 互相传档案。另外还有一点也很强，它连 Mac 的那个 Webcam 也可以直接调用，所以你可以在 MacBook 里面体验完整的一个 Windows 的一个使用体验。如果像 Mac Mini 的话，就很不好意思了，它就没有 Webcam 你就可以自己去外接你也不一定要去买那个贵3的那种 Mac 的周边来使用。那接下来来试试看，插上去能不能让它直接跑 Windows。插，那这边就会出现一个磁碟机，就是这个。那我们把它打开，它出来 App to Go， 都跟以前一样，把它点开，点出来了。那这边呢，它就会有一个启动，然后一个附加功能。它附加功能，你如果把它点开的话，它下面是 Steam 那些。那等一下我们再玩 Steam。那我这边就直接先按启动，让它跑 Windows。那它这边会说要装 VMware Fusion， 那我们给它装一下。它是个人版的，那这边我们要输入密码。这边系统帮你装，厂商那边帮你做好了，所以你如果不会装 VMware Fusion， 不会去抓档案，不会抓 ISO， 不会设 Windows 都没关系，这次都帮你搞好了。那这样子就已经跑了。跑之后呢，等一下，有没有 Windows 已经在执行了？因为我这一颗外接的那个笔电它的萤幕解析度很低所以它现在看起来很丑，对不对？没关系，我们全幕放大看就正常了。那网络什么的现在都能用因为它这个都已经是含在那个，它其实是连 Mac 的内容。那我们这边我们先不要做，就是目前这样子，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原则上这样子就非常无痛无脑的就搞定了这个 Windows 11 ARM 版。这有一点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这个版本呢，它并没有金钥，你还是要自己去买金钥去解锁。它还是一个完整功能的完整版。但是呢，你没有解锁金钥呢，就我知道好像也不会怎么样，它只会跳出你没有启动 Windows。至少我用到现在一直都没有怎么样你如果觉得烦，我就觉得大家还是支持一下 Windows。那要关的时候，对不对？你就直接这边关机或者是直接上滑，这样就可以切换了 Mac、Windows。
Mac Windows。好，现在我们重新回到桌面，我把解析度现在调高一点。刚刚字太大了，因为那个预设解析度很低。这台外接的萤幕，它预设解析度只有 540P 啊，所以非常非常小。那我现在那个 Windows 关机之后，大家可以看我在这里。我们这样执行的时候，对不对？我如果再按 Play 的话，它就会开始执行嘛。之前我不是说在这里我们可以选择设多少 CPU 跟机体。那在这边呢，以现在目前的 Mac Mini 来讲，它的处理器也只有预设2核而已。但是呢，因为 Mac Mini 的 N4 版，它的处理器它已经到了10核了，所以其实你可以设多一点，让处理器跑的核心数多一点的话，它会更加流畅。而且我这边把它改成6核好了。那接下来这边机体其实它也只有切到 4GB RAM 而已，那我们可以一直往后增加。大家看 6G。因为它有 16G 啊，就算切到 12G 都没有问题。这边都是绿色的，你留 4GB 来维持你的 Mac 都没有问题。目前把这个就设6核心加 12GB 的 RAM 来让它跑 VMware Fusion。那之后我们就可以再让它启动。我们这一样就来这边让它跑一次。或者是直接在刚刚的那个一开始那边直接执行启动就可以了。现在大家看这个解析度是不是就正常很多？刚刚一开始拍的那个解析度其实是非常低的。那我们现在看一下它目前的一个硬体规格。12GB RAM，这是我们分割给它。我们现在这个作业系统版本已经是 24H2 了，现在最新版了，在这边也是可以直接呼叫 Copilot 来用。就看你要怎么用，接下来这边都已经没有什么差异。为什么要用 App to Go 呢？因为之前有讲过嘛 ，Mac 的机体跟它的 SSD 都是黄金做的。那以这个来讲哈，大家可以看我们把它移到 VM Fusion 之后，大家可以看，现在它完全都没有占用我们的空间，是 999GB 的，所以你就可以尽量往那边塞。当然，如果你没有放游戏的话，那部分的空间就会被游戏占满。原则上你这样子接外接的一个优点就是说，你可以完全不使用 Mac 那个非常宝贵的空间，你平常时就做你的工作干嘛呢？那你要跑 Windows 就可以直接全部都用外接点的一个空间。那甚至于现在 Mac 也可以直接安装软体到外接的随身碟上。那我们网站上写文章，大家可以去看。然后要切换很简单，只要这样子立刻切回来。我现在是把 Dock 把它藏起来因为 Dock 在下面或等一下跑游戏它都会挡在前面。接下来我们就谈到游戏的部分。这个往下这边把它点开，它有分几个选项。第一个这个就是 Steam， 就是原本的像 App to Go Steam， 它是跑 Crossover。那这有一个 Steam Beta 呢，它就是 Crossover 之后还会再搭配苹果最新的 GPTK 2.0， 就是它最新的 GameTools 的那个工具，所以它的相容性会更好。所以你如果要灌游戏的话，个人是建议你就跑这个。那这 Battle.net 呢，就是像暴雪的游戏都要用这个装。另外还有这个 Rockstar 呢，这个就是像 GTA 荒野大镖客它的游戏都从这边装。那另外这个迷你工具呢，就是譬如宕机还是干嘛，可以用这个去做修复。那这有一个关闭附加功能，像 Steam 或者是像 Windows 那些软体就是这个 App to Go 的任何软体，它只要当掉的时候，对，你只要点一下这个，它就会把所有的软体都关掉，全部清除掉，然后清除之后银行就继续显示，那你就可以继续执行。那接下来我们全部都用这个 Steam Beta 来跑游戏，虽然也可以用 VM Fusion 去跑那我装 Steam 跑，但是这个的相容性会更好，那我们就直接用 Steam 跑。那现在 App to Go 呢，它如果跑 Steam Beta 或 Steam 呢，因为 Steam 最近有改版了，所以它会变成没办法跑暗榜的那个模拟，所以厂商现在是用一个方式先把它锁住，它之后会更新第一次执行的时候会比较慢一点反正大家稍微等一下。在 Mac 上面跑 Steam 有没有非常的虚幻还现在相容度要比之前阿达在介绍的时候更好这一片呢跟一开始片头那边已经隔了2-3天了，因为这2-3天呢我全部都要抓游戏
这个游戏大家也知道，像这种游戏随便啊都是几十 GB， 哦，像黑神话悟空180几 GB 啊，我已经抓2次，哦，因为会闪退，我就现在没装。像 Cyberpunk 这些都是很大的，那像这个啊，极速地平线可以装完之后玩了会闪退，所以目前是不能玩。好，之后可能会慢慢改善。那现在目前呢，我现在有装的这些游戏呢，都是我实测能玩的，跑起来是顺的。那接下来会一个一个测给大家看。我先给大家看一下目前的设定。哦，我是设低画质，然后跑 FSR3。哦，那这边全部都是预设值。哦，那我们直接跑一下 benchmark 看看。大家仔细看一下左上角的帧数，有点夸张。哦，大家觉得怎么样？很夸张吗？我给大家看一下现在目前的物选项啊，这是使用 AMD 相容的，哦，然后超级采样这个没有开，哦，那影像这边全部设高，然后这边设高，好，我们先这样跑看，先设高，那接下来，哦，使用摇杆，就直接给它跑性能测试。好，高画质，平均44帧，所以表现还不错。好，接下来我们来降低一下画质。这样来降低一下画质。一般都是用低画质。好，那搞完之后我们就直接再做一次性能测试。再跑看效果。暗影算是那个表现蛮好的，而且它古墓奇兵好像全系列都表现很好。好，大家看，低画质都超过60帧了。哦，大家看，低画质到9，那个平均帧是59帧啊，哦，接近60帧了，哦，效果非常的好，哦，不要忘记哈，现在这个性能呢是转译的哦，它并不是那个原始性能哦，哦，那我现在直接简单玩一下，哦，大家看一下，我是用摇杆的，哦，我直接这边。贴图都正确，然后蛮流畅的。哦，不过这个摇杆好像怪怪的，它这个发神经了。啊，这个是摇杆的问题，不知道是我这个太久。好，大家看一下，表现是蛮不错的。哦，不太 OK。好，等一下我们试试看。好，要了解一下。
好，现在我们来测的是练模式哦，然后反正大家折的时候看一下那个它的流畅程度，那这个是中画质。哦，然后这个游戏全幕完是没问题的，来试试看。这是我的幻兽帕5第一个系统。是用皱的吗？真的是皱的。大家觉得怎么样？这个我觉得哇，表现是真的比我想象中好很多。对，档次这一个哈。战神我全破了、啊，对，我虽然现在看起来很菜，对不对？但是我 PS4我是有全破的。好，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算跑得算。哦，就整体流畅度也不错。算是可玩。老实讲，体感是不输 PC 版。当然说你没办法跟那个电竞笔电还是那个电竞电王，但是这样表现性很厉害。好，看完以上介绍啊，相信大家已经对这个 Mac Mini 它能做什么，而它能力到哪边，应该有相当详细的一个了解了。以 Mac Mini 定位来讲，你真的可以买盖板就好，因为它已经有16GB RAM 了，然后又有10核心的 CPU、10核心的 GPU， 不管是你跑日常的软体或跑一般的游戏，认真讲，真的都非常够用。印象中啊，就是这种盖板，它可能就会有差异，是有这个有线网口，那看你要不要买。如果说啊，你要把这一台当做啊家庭用的一个小NAS，那我会建议你就直接买一个有网口的。它虽然价格会贵一点，但是它功能性会比较强。但是呢，它这个如果要当做一个无线分享加NAS 的主机的话，那这台它必须要一直开机，然后一直待机。另外呢，你要是在全 Mac 或全 iPhone 的环境下用才会好用。那这台我就觉得性价非常高，非常值得买。那我们刚刚所介绍的 Windows 11 On 版，或者说跑游戏的部分，你如果说懒的话啦，像这个 App to Go， 它就全部帮你设定好了。我个人是真的强烈建议大家就买这种盖板的 256GB， 然后再搭一个外接式的硬碟，然后给它大容量。那这样子呢，你可以把游戏或软体全部都塞在这里面，甚至于啊，现在 macOS 改版之后，还可以把 Mac 的软体直接装在外接碟上，所以它非常非常好用。甚至如果你愿意的话，连作业系统都关在里面啊，只是说像这个是 USB 3.2 的Gen 2嘛，速度还是有限。厂商有说明年有可能会出更快的版本，像 USB 4.0 的，但是如果一般使用的话，这个也够用，因为 USB 4.0 它也会更贵。而且啊，这个它不只有 N4 可以用，N1、N2、N3 都能用。最多的差异就是说啊，像部分的游戏，像黑神话悟空，就我知道啊 ，N3 跟 N4 现在目前有点问题，但是 N1 跟 N2 是可以玩。那我也试过这个。逛完的系统直接插去 N1 的 Mac 上面用，一样可以用，甚至连系统都不用重灌，就随插即用的。所以我觉得相当方便。那如果你想买的话，你只要输入这个优惠码，就可以再享200块优惠。我是电脑王阿达，如果喜欢这张影片，记得帮我按赞、订阅与开小铃铛。我们下次影片见，拜拜。